小伙子，你与我有缘，我赐你一双佛眼，可透视一切佛物。我叫严海义，几天前我报了低价旅行团来泰国旅行，结果被黑心导游带到这家文玩店强制消费。今天你们这些人中有一个在这里消费低于2万泰铢的，就都别样子。哎呀，这啥意思？凭什么能这样？这不是强买强卖吗？就强买强卖怎么了？你们报这么低价的旅行团，就该想到有这么一出。小伙子，你与我有缘，我赐你一双佛眼，可透视一切佛物。1000泰铢，3000泰铢，100不对，100万泰铢！我的双眼竟然真的可以看到佛物了，还能自动鉴别佛物的价值。怪不得这个佛塔这么贵，原来里面藏着一个舍利子。臭小子，看什么看？到底买不买？赶紧付钱，老子还得去接下一个旅行团呢。老板，这佛塔多少钱？帅哥，这佛塔可是文物，看在你是埃克带来的人，我算你10万泰铢，换算成你们人民币就是2万多块钱。看来他们也不知道这佛塔里面有舍利子。要是我低价把这佛塔买走，再找个地方卖掉，那我岂不是发财了吗？哎呀，老板，我挺喜欢这个佛塔的，但我身上也没这么多钱啊。这样吧，2万块钱你卖给我得了。我要有钱，我也不至于报他这团啊，是吧？反正我这里东西都是假的，也值不了几个钱，就给这个冤大头吧。行，看在埃克面子上，2万泰铢拿走。看看人家都有觉悟，买都得买。有一个人今天在这里消费低于2万泰铢的，都走不了。老板，你来了。今天的收益怎么样？我跟你说，今天来了一帮中国人，买了不少东西，他们的钱真好赚。通跑了，我袋子里面的东西呢？通跑了，我袋子里面的东西呢？那不是今天货吗？我给卖了，这钱。通跑了，你个傻蛋！这袋子里面的东西是我故意伪装好要卖给黑市的真货，你最好记得你卖给谁了，否则我轰爆你的脑袋！我记得，老板，我记得，出去的第一个男孩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个，我卖给他了。老板，你这里收东西吗？嘿，小伙子，你被人骗了吧？这个东西不值钱的。不值钱吗？啊，那你再看看呢？哦呦，这是阿赞作画后的舍利子。哦呦，这是阿赞作画后的舍利子。哈赞是什么东西啊？哦，阿赞就是高人的意思，类似于你们那个高僧啊。小伙子，这个老值钱了。那老板，你能给我多少钱啊？分文不给。为什么？你不是说很值钱吗？在我们国家，全民信佛，阿赞的东西啊，那是圣物，是严禁买卖的。老板，那你给我便宜点也行。不，快走，这要让人知道了，我要跟着倒霉了啊！走。唉，这东西在这地方还不好出手呢，又不好带回国，这可怎么办呢？臭小子，敢动我巴松的东西，这嫌命太长了。什么意思啊？还装傻充愣！你今天上午买的那个佛塔，看这家伙的架势，肯定知道那佛塔里有舍利子，反正我也卖不出去，还不如送给他保命呢。巴松哥，你要找的应该不是那佛塔，而是这里面的舍利子吧？巴松哥，这舍利子给你，可以放我走了吧？这小子竟能发现这里面有东西，莫非有些本事？不如测试一下他，真有本事可以替我去做那件事。不急，我们先玩一个游戏。我这有3个佛牌，其中一个是阿赞文木亲手制作的，价值500万泰铢，你选出来，否则我轰烂你的脑袋。10泰铢，1000泰铢。巴松哥，你要烧我，你可以直接说，你没必要设这种局吧？你的意思是我巴松撒谎？巴松哥，这3块佛牌里，价值最高的是那一块，但是也是初级阿赞制作成的，根本就没有文木阿赞的作品。你是嫌命太长了，老子弄死你！
小子，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胡说八道！巴松哥，你是不会杀我的。为什么？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否则我保证你走不出这扇门。因为你也知道，这3块佛牌根本就没有阿赞文木亲手加持的。你怎么知道？如果巴松哥你最讨厌别人说谎的话，你早就一枪把我脑袋轰爆了。但你没有，这就说明你根本也就知道我说的才是真的。中国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和智慧，也想交你这个朋友。谢谢巴松哥，我叫野海一。我巴松说过，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就一定会有机会。我巴松说到做到。不是巴松哥，你这合着不是给我活命的机会啊！我从来都没说过这是个机会。哦，这啥意思啊？巴松哥没事吧？你看不懂还看那么仔细，我以为你要考研呢。我要是有什么文凭，我还用得着报这个黑旅行团吗？泰国的一位知名阿赞文木圆寂了。他生前的那串佛珠是他师傅的师傅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一件非常值钱的圣物。阿赞文木圆寂后，这件非常值钱的宝贝也被人偷去了，听说流传到了芭提雅黑市的一场拍卖会上。在泰国，全民信佛，凡事都要讲究一个缘字，所以你在拍卖会上拍到的所有东西，都会像你拿到的那个佛塔一样被伪装，包括阿赞文木的那串佛珠。你拍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你与他的缘，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一种办法，能看破这些伪装。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拿到阿赞文木的那串手串，事成之后，舍利子我帮你出手，并且收买出来的钱全部都给你，另外再给你100万泰铢作为酬谢。但是如果你没有拿到那串手串，我就会轰开你的脑袋，让你看看你自己的脑浆。阿赞文木的念珠也是佛具，我倒是可以靠我眼睛的异能去找它，还可以赚200万泰铢发一笔财。但是巴松哥，我不能答应你。你给老子面子！好，我可以答应你，但我希望你完事之后能说话算话。那是当然，合作愉快。等一下，不对，我忘了一件大事啊！什么事情？我明天就得跟骇客的团回国了，护照马上到期了。但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艾克那边我去说，护照我让他帮你解决。合作愉快，巴松哥。合作愉快。哟，这不是巴松吗？怎么，你来黑市是想得到那串念珠，好让反叛军首领科帕奇放了你的兄弟吗？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劝你倒不如提前找好阿赞，给他超度超度。哈哈哈哈哈！扎莱姆，我们都是在芭提雅的文玩店，虽然离得很近，有很多生意上的摩擦，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但是拿我的兄弟开玩笑，信不信我轰开你的脑袋？巴松，手枪吓唬不到男人的。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参加拍卖会，就把手枪交上来，否则请你们离开。那我们就拍卖会上一见高下吧。走。巴松哥，查莱姆说你这次来是为了你兄弟，是怎么回事？我的兄弟被反叛军抓了，我没有足够的钱赎人，就希望在这次拍卖会上能拍到那串念珠，再拿回来换钱救我兄弟了。没想到巴松这个人倒是挺重情重义的。欢迎各位来参加本次拍卖会。在拍卖阿赞文木那串念珠前，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其他拍品，包括可以流通的佛具，如佛牌、部舟等物品，有真有假，供大家拍卖。在开始拍卖之前，会给各位3分钟的时间去观察那些拍品的细节，进行一个初步判断。之后，各位能拍到什么，皆看各位与佛物的缘分了。缘起缘灭，无需强求。普通佛像1万泰铢，哈赞制作的佛牌800万，普通佛塔
价值1万；哈赞来加持的佛珠，价值800万；假念珠，价值1000。哎，巴松哥，除了念珠，如果其他佛物能让你赚钱的话，可不可以分我点儿？当然，如果你没有浪费我的钱，我可以跟你对半分。但是如果是赔钱的话，我就轰开你的脑袋，因为那样证明了你的无能，还白白浪费了我的钱。好，没问题。只要是佛具，我的眼睛就可以看出真假和价值，这对我来讲简直就是白捡钱。哎，这东西说还真有点像，我觉得可以。巴松，怎么，你们连上去看都不敢上去看了？哦，明白了，你们压根儿也看不出来什么，更没钱去拍阿赞文木的念珠了。扎兰姆，我的朋友说他会选择值钱的东西，我相信他。就你是叫扎莱姆是吧？你们泰国是不是凡事都讲究缘呢？你这么着急是不是担心和真的佛具无缘呢？你还是你平日里坏事做尽，自知福报尽损，在这垂死挣扎呢？扎兰姆，你要想玩硬的，谁也不怕你。行，中国人，希望等下你还能这么得意。哼。那么接下来拍卖开始。虽然刚开始这些真假参半的佛具没有阿赞文木生前使用的那串念珠值钱，但是其中也有好东西，所以大家要珍惜每次拍卖机会。下面是今天的第一件拍品，传闻是由阿赞来制作的，市场价值50万泰铢，每次起价不得低于10万。拍卖开始。阿赞来制作的佛像都是比较精致的小佛像，这20厘米的佛像一看就是假的，毫不掩饰这佛像的假啊！这是。虽然我也知道巴提亚黑市的拍品不可能太不靠谱，但这一件我真得好好考虑考虑。普通佛像1万泰铢，纯金佛像600万泰铢，60万泰铢。巴松，最近这是店铺生意不如从前了，怎么只敢选这种没人竞争的拍了？倒不如把你的店铺转让给我，说不定我打理的会比你好呢。我相信我的兄弟。这个巴松倒是的确适合深交。60万泰铢1次，60万泰铢2次，60万泰铢3次。恭喜这位先生，这尊佛像归先生所属。果然是没人要的东西，只有你一个人竞价。扎莱姆，这可有可能是真的，是阿赞制作的圣物，而你却用没有人要的东西来形容它，还带什么大家？那你的意思会不会是这大家都是不尊重圣物的人呢？扎莱姆，我们可没说圣物是没人要的东西。扎莱姆，少在这混淆视听！闭嘴！中国人果然伶牙俐齿，都是一群病夫。既然都这么说了，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如果我拍下的这个佛像价值是我拍下来价格的10倍，那你就出10倍的价格买回去，你敢吗？如果不是呢？如果我输了啊，我就把我这条命给你。我们中国人都是不怕死的。叶寒义，其实你不用这样。没事吧，松哥，我有信心，而且他敢侮辱我们中国人，我是绝对不轻易放过他的。不过如果要是他输了，他不会不认吧？那是当然，这可是芭提雅黑市，谁如果不遵守赌约，就会被扔到芭提雅的河里喂鳄鱼。二位确定要进行这场赌约吗？确定。扎莱姆，你敢啊？有什么不敢的？我等着你用枪轰开你这让我讨厌的脑袋！天哪，真的是啊！我的天哪！我的老天，这竟然是一尊纯金制作的金佛！这尊金佛在市场价值高达600万泰铢。600万泰铢，我的朋友，你可太厉害了！扎雷姆，如果你数学还行的话，应该可以算出来，600万是我刚才拍的价格的10倍吧？而你呢，就需要花600万的10倍6000万把这个买下来。你要怎么支付啊？
扎莱姆，这可是芭提雅的黑市，如果你赖账，芭提雅河里的鳄鱼就要饱餐一顿了。刷卡机拿出来，这点钱老子还是有的。刷卡到账6000万泰铢。谢谢扎莱姆大哥。小子，别太高兴，运气不会一直站在你那边。接下来是今天的第2件拍品。传闻这串念珠是由阿赞来加持制作的，阿赞来加持制作的念珠在市场上可以流通，所以这串念珠的起拍价格是100万泰铢，每次喊价格不得低于100万泰铢。在咱们泰国，念珠要么是赤红色，要么是黑色，很少有这种白色的念珠吧？白色念珠的寓意不太好。阿赞来大师是很有实力的阿赞，不应该不清楚这些的。如果是阿赞来这种级别的阿赞制作出来的佛珠被人进行了伪装，肯定需要更大的念珠才行，否则无法完美包裹。所以我断定这颗念珠没有伪装，肯定是假的。哈萨来制作的念珠价值1000万泰铢，原来是这样。这串念珠的表面被上了一层白色的伪装，可能是来路不正吧。但实际上，这是一串赤红色的念珠，200万泰铢。小子，哎，你没毛病吧？这个白色念珠体积这么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珠子包珠子的情况。这个白色念珠啊，一看就是假的。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如果你觉得这串念珠有可能是真品，那你也可以拍啊。小子，上一件拍品你完全是凭运气，但是运气不会一直这么好的。这念珠一看就不是真的。没必要花钱去拍，我选择不跟。我也不跟。200万泰铢1次，200万泰铢2次，200万泰铢3次。恭喜这位先生，这串念珠归这位先生所属。这竟然真的是阿赞来制作的。还是极为罕见的赤色念珠，这串念珠可以炒到1000万泰铢。这赤色念珠，因为其罕见程度，的确值这个价。100万泰铢，博了一个1000万泰铢，简直是在做梦啊！还是我的朋友可靠。扎莱姆，那你身为泰国人，不代表泰国人拍几个好东西吧？还是你想表示泰国人不如中国人？当然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扎莱姆的意思。哎，扎莱姆什么意思呀？怎么这样？天！小子，我警告你别乱说话啊！还有，你别得意，你的运气不可能一直这么好。扎莱姆，你还觉得我是运气好？行，那我就让你看看你到底有多蠢。巴松找的这个中国人，看来的确是有些本领的。我倒是可以跟着他去拍一下阿藏文木的念珠。各位，东西已经拍得差不多了。各位，这是我们今天的压轴拍品。各位，这是我们今天的压轴拍品，阿赞文木生前使用的念珠。为了增加竞拍的丰富性，我们把真的念珠和其他四川高仿的念珠混在了一块儿。现在给大家3分钟时间，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走，我上去看看，瞅瞅。假，价值不高于3000泰铢。哈赞文木生前所使用念珠，价值1个亿泰铢，这念珠竟然值1亿。好了，请大家回到座位。想必各位在来之前已经做足了功课。阿赞文木生前所使用的这串念珠是用一种极为罕见的材料制成的，在紫光灯的照射下会绽放出金色的光芒。大家拍下来后，也可以选择是否使用我们现场紫光灯来验证拍品的真假。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从第一串念珠开始起拍。第一串念珠起拍价格1000万泰铢，每次起价不得低于1000万。2000万，这次不能再随便放了。我出3000万泰铢。1个亿，我出1个亿。啊，1个亿！巴松哥，我们拍下来的东西也可以当做本金来拍价的吧？按照芭提雅黑市的规矩，是的。1个亿泰铢了吗？这要是假的，
我就没机会拍接下来的了。算了，我不跟。这家伙也不是100%能拍到好东西，再跟就1亿1000万了，我可不敢赌。我也过。1个亿泰铢1次，1个亿泰铢2次，1个亿泰铢2个亿。这能2个亿？巴松，就算你拍到了那些好东西，财力上你也不如我呀。你卑鄙呀！卑鄙，财力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如果你们也很有钱，也可以继续跟啊。2亿泰铢1次，2亿泰铢2次，2亿泰铢3次。恭喜扎莱姆先生，这串念珠归您所属。扎莱姆先生，您是否要使用现场的紫光灯来验证真伪呢？当然，我要让巴松知道，他已经没有机会得到那串念珠了。他那种绝望的表情一定很好玩。怎么会这样？哎呀，两个亿笑死我！扎莱姆，你个傻蛋，竟然拍到一个假货！哎，没事的啊，扎莱姆大哥有这个实力呢，花2个亿买个假念珠对他来说不痛不痒嘛。你敢坑我，找死！找死！巴松，你们2个混蛋，把我害成这样，你们会遭报应的。扎莱姆先生，请您出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巴松，你们这是造孽，你们会遭报应的，会遭报应的。把扎莱姆先生带出去。杨毅，做得漂亮。扎莱姆这个傻蛋，他的那些文玩店会因为资金链断裂全部倒闭，而我的文玩店生意会好不少呢。我给你加钱作为感谢费。不用客气，巴松哥，他欺负我们中国人，我教训他一下也是应该的。杨毅，你给我交个底，可以确定哪一个是阿赞文木生前使用的那串念珠不？那么拍卖继续，我们从第2串念珠开始，和刚才一样，1000万泰铢起拍，每次叫价不得低于1000万泰铢。1个亿？不能1000万1000万的叫，要每一次都表现得势在必得的模样来，这么一来才能给别人一种我在故意拖垮他们的假象。扎莱姆那个傻子也算是给我打了一个活广告，这一次肯定会有人怀疑我是故意的。这小子不会又在故意喊高价欺骗咱们吧？我要是跟的话，就得出1亿1000万了。如果拍到假的，后面就没机会了。用中国人的话形容他，这小子就是诡计多端。1亿泰铢1次，1亿泰铢2次，1亿泰铢3次。恭喜这位先生，这串念珠归先生所属。这位先生，您是否要现场验证这串念珠的真伪呢？不必了。看来这小子又在使诈了，还好我们没被骗。我去趟洗手间。我去趟洗手间。那么拍卖继续，第3串念珠依旧是1000万泰铢起拍，每次叫价不得低于1000万泰铢。拍卖开始。5000万。果然，他刚才只是虚张声势，否则他完全没必要继续拍这一个。我刚才看了第3串念珠的各种表现，都像是阿赞文木使用的念珠。就这个，6000万泰铢，就剩下3串念珠了。接下来我要全力以赴了，7000万泰铢，8000万泰铢。巴松哥，好潇洒呀！哎呀，你来了。女人，你们都出去，我们男人要谈事情。严海一，你果然聪明，能明白我的意思，并且配合我，演了一出金蝉脱壳啊！巴松哥，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怀璧其罪。阿赞文木念珠这么好的宝贝，我肯定是要小心的。
夜色酒吧 A19包厢见。我中间也和你一样，找了个上洗手间的理由，赶紧离开了现场。我估计现场呢，除了扎莱姆那个大傻子，就没有人现场验证的。扎莱姆他就是个傻子，傻子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聪明人同台。亚裔，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呀！这里是我承诺给你的200万泰铢，还有你在拍卖会上拍的所有东西的利润的1半。另外，你帮我搬到扎莱姆，再加上一些感谢费，我全部都给你。当然，除了那串念珠，那串念珠我自己还要用。哇！我在国内打工一辈子都不敢想有这么多钱，这次可真是发大财了。唉，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这点钱算什么？你帮我搞到阿赞文木的那串念珠，我欠你个大人情。这人情用钱可是还不了的，所以我打算给你一个大机缘。巴松哥，什么大机缘？我带你去北大年府见科帕奇将军，以你的能力，一定会得到科帕奇将军的重视，他会给你大展拳脚的机会。不过，北大年府也不是很好去的地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叫风浪越大，鱼越贵，所以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去？我的异能只能够看到佛具这些物品，如果到了国内，反而没有大展拳脚的机会了。巴松哥说的对，风浪越大鱼越贵。既然有了这异能，我就要做大做强，创造辉煌。巴松哥，我跟你去。好，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嘛！来，干杯！干！豪爽！明天我先带你去办一张银行卡。你如果拿这么多现金走在街头上，在泰国一定会被人抢的。好。对了，巴松哥，我还有一件事儿，我如果长久留在这里，那我这个护照……嗨，护照的问题，我让艾克去办就好了。萨瓦迪卡，科帕奇将军，巴提亚那边的巴松说是来给您送阿赞文木的念珠，已经等了您好久了。萨瓦迪卡，巴提亚黑市上有这2个人吗？科帕奇将军，巴提亚黑市上的确是有这2个人的。阿赞文木生前使用的念珠是一件很难得的圣物，可以洗涤一个人的灵魂。我很喜欢这件圣物。巴松，如果你拿来的这一串是真的，我可以答应帮你办一件事情。如果是假的，你和这个中国人就走不出去了，因为撒谎的人必遭报应。是，科帕奇将军。是将军。将军，真品，这是真品，这真的是阿赞文木生前使用过的念珠啊！拿来。巴松，我答应过你，可以帮你办一件事情。你说吧，想让我帮你办什么？科帕奇将军，我想用这串念珠赎我的兄弟安格拉，他在您上次与政府军对抗时抓走的那批人质当中。去，把那名叫安格拉的人质带过来。是。巴松哥，
2个了！哦，天哪，我的兄弟 ，brother， 我就知道巴松哥不会不管我。卡帕奇将军，谢谢将军。不必谢我，巴松，你用念珠赎你的兄弟，这很公平。将军，我其实还有件事想跟你说。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严海义，他的能力很强，可以。你叫严海义是吧？是的，科帕奇将军，我叫严海义。巴提亚黑市拍卖会上，你在独眼的眼皮子底下把这串念珠带走。独眼的鉴宝能力很强，我认为你不一定是靠着实力赢的他，我怎么感觉你靠的是运气多了一点？萨瓦迪卡，科帕奇将军，马来西亚的那个园区老板拉维蒙想要见您，说是给您带来了一尊泰国15世纪的乌铜佛像。杨海一，证明你能力的机会来了。是，科帕奇将军。让拉维蒙进来。是。萨瓦迪卡，科帕奇将军，我在吉隆坡黑市上得到了这一尊泰国15世纪的乌铜佛像，特地前来献给你。科帕奇将军，这个佛像我送给您。拉维蒙，如果你献给我的这尊佛像是真的，那我就答应你，可以帮你办一件事情。感谢您，科帕奇将军。至于这尊乌铜佛像，您就是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给您送来一尊假的呀。泰国21世纪乌铜佛像，价值5亿泰铢。21世纪，可是拉维蒙他不是说这是泰国15世纪的乌铜佛像吗？科帕奇将军，这尊佛像不是泰国15世纪制作而成的，而是21世纪制成的。你这个中国人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拿假的佛像来献给科帕奇将军？你们中国人就会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你去看一看这尊乌铜佛像。是。回科帕奇将军，依我看，的确就是泰国15世纪的乌铜佛像，因为它的锈迹情况和时间吻合，而且它的造型工艺也的确符合那个时代。就是这尊佛像怎么可能是假的？严海义，独眼是我的手下，鉴宝能力很强的一个人。他说这是真的乌铜佛像，你说他是假的，你说我该相信谁呢？看来21世纪在仿造这尊15世纪乌铜佛像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当时在表面仿塑的锈迹已经完成，他们没发现磕了一个坑，也没处理这一处细节。你最好能发现这尊泰国15世纪的乌铜佛像哪里有问题，否则的话，我会把你丢进河里喂鳄鱼去的。巴松哥，借你个东西。什么东西？匕首。中国人，你要干什么？中国人，你要干什么？我想他或许是被识破后要做什么过激的行为吧，愚蠢至极。泰国15世纪制成的乌铜佛像，其表面应该会有因为时间流逝而形成的锈迹，而这自然形成的锈迹应该是富有层次感的吧？可这尊佛像上面的锈迹却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科帕奇将军，我这里还有一个铁证，
科帕奇将军，如果这尊佛像真的是泰国15世纪制成的话，那么这个小坑处它应该也得有锈迹吧？可现在呢，事实上它并没有锈迹，所以可能性就只有一个：这尊佛像不是泰国15世纪制成的，而是仿照15世纪的样式，21世纪制成的。你这个中国人胡说八道！你，佛像面前舞刀弄枪，是不是不想活了？请您宽恕科帕奇将军，把他拖下去。是。科帕奇将军，请您放过我吧，我真的不知道这尊佛像是21世纪的呀。你放心，即使这尊佛像不是泰国15世纪制造而成的，但它也是佛像。我科帕奇不在佛像面前杀戮，你可以走，但是你在马来西亚那边的园区不会得到我的保护。走。谢谢科帕奇将军，谢谢科帕奇将军。走。至于你，连续2次看走眼。将军，科帕奇将军，请您饶恕我。我说过，不在佛像面前杀戮。我不想再在北大年府看到你。船我不会给你，车我也不会给你，你自己想办法。明天要让我在北大年府再看到你，后果自负。是。严海一，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我决定给你个机会。我决定在北大年府黑市上给你一间店铺，你每个月向我交1000万泰铢即可。你的店铺可以在泰国收购能够在市场流通的或者不能流通的任何服务。这个店大家都知道是我科帕奇的，大家都会去支持你的生意。不过我有个要求，不许卖假货，否则就是打我科帕奇的脸。3个月后，你的店铺账面要过亿。我把独眼的生意地盘交给你，怎么样？你表个态吧。我同意。好，我同意。有了我的异能，几乎不可能收到假的服务，而且我还可以在黑市上捡漏。3个月账户过亿，应该不会很难。那时候我就能得到独眼的地盘，做得更大更强。恭喜你，我的朋友，在北大年府的黑市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呀！严海义先生，这家店铺以后就你来打理了。科帕奇将军已经把这家店铺交给这位严海义先生打理了，你们要全力帮衬。是。巴松哥，昂格拉哥。巴松哥，安格拉哥，以后呢，你们要是能搞到圣物什么的，尽管拿到我店里来，我价格往高的给。我的朋友，这你可问对人了。安格拉在黑市上可是有自己人脉，我的很多货物都是他帮我收来的，几乎全都保真。萨瓦迪卡，我听巴松说了，是你救了我，所以我会帮你收集更多的圣物，来让你早日完成目标。感谢。这里是北大年府的黑市，杀人不犯法，拿着它，用它还可以防身，在这里一定要狠，否则很难站得住脚。听店员说，这条街整个都受到反叛军的保护，到处都是佛像和圣物。现在巴松哥和昂格拉哥都去收东西了，我倒是可以利用我的异能去捡一个漏，否则只是在店铺内等待别人来送货，得等到什么时候了？独眼大哥，你确定那小子会来这条巷子吗？放心，我跟了他那么久，他肯定会往这条巷子里来。等一下，你就带着这个假的古曼去，
故意跟他撞到一块儿，然后把古曼童掉地上，讹他钱。等到他真掏了钱，你就告诉他，你家里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佛具，看他是个实在人，都卖给他，带他过去，让他买那些特殊的真货，狠狠地坑他一把。哎，大哥，如果他不肯掏钱怎么办？那就让这些人狠狠地揍那个臭小子，等到他扛不住了，真的赔了钱，再带他去买那些真货。他害老子丢了地盘，揍他一顿，再坑他一顿，反而更能让我出气。行，大哥，都听你的。裁判呢？他过来了。你怎么搞的？把我的古曼童都摔到地上，都摔碎了。这可是我找阿赞价值制作的，你得赔钱，100万泰铢。对不起啊。假古曼童，小工厂批量生产制作，价值100泰铢。这是拿了一个假的古曼童来讹钱了呀！100万呢，我没有，但100块泰铢我还是有的。你要你就拿走，你不要，你也别想讹我。中国人，你以为我好欺负是吧？兄弟们上！舍利子，价值1000万泰铢，这可比在巴松那里捡到的舍利子还要值钱啊！这里不会是北大年府的黑市啊！拿来讹钱的古曼童都夹带着这种私货。中国人，你们果然不讲规矩。如果我表现的赔钱太爽快，他反而会察觉到异样。这样，我撞了你呢，确实是我不对，但你这100万确实太多了。这样吧，50万，我赔给你50万，你这个东西就归我了，怎么样？虽然我只能透视佛气，但视力却要比普通人好很多。独眼，你以为你是来报复我，实际上是来给我送大富贵呢。好吧，中国人，我看你比较实在，50万就50万。好，但是我这50万给你了，你这古曼童是不是也就归我了？我呢，正好会一些修复技术，我可以把这古曼童修复一下，我拿回我店里去卖，应该也能回点血卖点钱吧？当然，这个碎了的古曼童我已经不想要了。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捡漏了950万泰铢，独眼，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呐！等一下，怎么了？我都已经成交了，你还想反悔不成？接下来就要带着小子去看那一批货了。说到那一批货，就算是鉴宝大师来了，也不见得能看出来问题。我和独眼大哥特意花了500万泰铢收来的，让这小子1000万泰铢买走，不仅可以从中赚到一笔钱，还可以去帕奇店当着大家的面打这小子的脸，一举两得。你等一下啊！我知道你们泰国有人好这口，但我是正常人啊，不好那口。我支持你们，但是你不要想对我打坏主意啊！我跟你说，你在想什么呢？我是带你去看宝贝。中国人老板，我听说你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铺，我想带你去看看我们的货，有兴趣吗？这估计又是独眼设计坑我的一环。不过这个傻子把1000万的货50万卖给我，还觉得自己赚了，估计他手里真有好东西，就算没有也不能强买强卖，因为我有可靠的伙伴。即便我真杀了人，在北大年府黑市这个地界，杀人可不犯法。行，如果真有你说的宝贝，我可以跟你去一趟。中国人老板，您请。萨瓦迪卡，你请。萨瓦迪卡。这些就是我们的货了，中国人老板。怎么样，老板？是好东西吧？你开个价。
泰国20世纪知名阿赞制作佛牌，原价值1000万泰铢，已破碎，已进行修复，现价值30万泰铢。泰国20世纪知名阿赞制作不周石面牌像，原价值2000万泰铢，已破碎，已进行修复，现价值50万泰铢。泰国20世纪知名阿赞制作鲁石像，原价值1500万泰铢，已破碎，已进行修复，现价值35万泰铢。这些佛具倒都是好东西，但全是修复版，收回去卖得标明了是修复版。但据我了解，佛具的修复版大家认为不吉利，并不好出手。虽然不标注修复版，但完整佛具去卖，客人大概率也看不出来。但这算是卖假货了，会被科帕奇将军责问的。唉，要是这些修复版是完整版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知名阿赞制作佛牌，价值1500万泰铢。我的眼睛竟然可以修复这些破碎了的佛器！这些佛器可是独眼哥从福元阁买来的修复版，福元阁的修复师傅在北大年府算是顶级了，他们修复过的鉴宝大师都难以看出来。只要你收走摆在帕奇店里售卖，我就能让你身败名裂。老板，怎么样？是好东西吧？开个价吧。看他的样子，像是和独眼一起故意找这些佛器来坑我的。我刚好将计就计，捡一个大漏。哎呀，老板，你这些佛牌啊，不周石面像，它不像那些佛塔佛像，它年代越久，越是具有收藏的价值。你这些东西吧，年代太久了。老板，这你就有所不懂了。这些有阿赞加持的佛牌、鲁氏像、不周石面像，也是有收藏价值的。哎呀，不行，这样吧，你要是有一些那种年代久远的佛像、佛塔什么的，那我还能考虑。1、2，老板等一下。老板，价格好商量嘛，这的确是知名阿赞加持的佛具，肯定会有收藏价值的。果然上当了。那这样吧，老板，你的这些佛具呢，你就按10万一个的价格卖给我，让我回去也能赚一点，对吧？中国人真够贪心的。OK， 这次我就不想赚这你钱了，不过很快你就会付出代价。哎呀，那行吧，反正那东西在我这儿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卖给你吧。走吧。哎，独眼哥，那个中国人已经把咱们从佛言阁搞到的那批货全买走了。塞班纳，这件事情做得不错，我已经能想象到那个中国人被丢到河里喂鳄鱼的画面了。泰国20世纪知名阿赞制作的不周石面牌像，价值2000万泰铢。泰国20世纪知名阿赞制作的鲁石像，价值1500万泰铢。完全没有了被修复过的痕迹，这不是修复，是复原。这次捡漏，可捡大发了。再加上这块舍利子，把它们摆在帕奇店，全部卖出去后，就差不多完成1个亿目标了。独眼啊，你可真是我的贵人。我刚把这些修复好的佛具摆出来，这就找来了，这肯定不是巧合了，刚好可以再坑他一把。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老板，这尊鲁石像我要了，是多少钱？
3000万！3000万！这个鲁石像不是昨天走了吗？不能说是我昨天卖给他的，否则等下有问题就不能算在他的头上了。我昨天在别的地方见过，也没这么贵啊。那没办法，我这是保真的。你要拿不出3000万，我就不能卖你。黑心的中国人，马上就有你哭的时候了。行，3000万就3000万，这个佛像我要了。啊，给。好嘞。各位，帕奇店把修不好的鲁氏像按照原来鲁氏像3000万泰铢的价格卖给了我。帕奇店不是帕奇将军罩着，怎么，现在都开始卖假货了吗？在北大年府的黑市上，信誉可是通行证。现在帕奇店连信誉都不要了。科帕奇将军呢？快出来评理！阿紫小姐，这尊鲁氏像怎么像我们佛缘阁卖出去的佛像？王老，我也很好奇，帕奇店向来是诚信经营，怎么会砸自己的招牌，拿着这尊修复的鲁氏像来当完好无损的卖？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胡说八道，老板，你敢说你这鲁氏像不是破碎后重新修补起来的吗？我敢说这个不是我修补的。哼，好，无论多么高超的修补技术，都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材料进行建模和粘合，而我恰好获得了一种叫做原形毕露的药水，只要把这药水浇在这上面，就可以把建模和粘合过的东西使它们脱落。老板，你现在还敢说你这鲁氏像不是修补过的？我敢说，这鲁氏像不是修补过的。哼，你今天呢？要是没有证据证明这鲁氏像它是有修补过的痕迹的，却在这给我胡言乱语，诋毁我帕奇店，那我就会打烂你的脑袋。大家都看到了，帕奇店店大欺人了，卖给我假货还不让我认证是吧？现在帕奇店都这样了吗？科帕奇将军呢？快来评理！今天呢，你如果在我店里发现一件修补过的佛具，我就把我脑袋打烂，否则我就把你们的头打烂。开始吧。装什么呢？开始就开始，拿一下。哼，哼，这怎么可能？有点意思。怎么？你还要继续验证吗？中国人，你怎么动不动就开枪？对啊，你……如果他们没法证明我们店把修补过的佛具当完好无损的卖了，就把他们全部杀了。我有点明白巴松哥告诉我在北大年府黑市上要够狠的意义了，要不然别人觉得我好欺负，这样来闹事了。独眼，你送来这几个人给我立威，真得感谢你啊！怎么样？你还要继续验证吗？这鲁氏像明明是修补过的，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买错了？小子，你别得意，我一定从你店里找到修补过的鲁氏像。这个，还有这个，这3个我都要了。行啊，
这3000万，这3000万，这个也是300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怎么，还要继续验证吗？好，算你小子狠。我只有这么点了，5000万，我要这个佛牌和不周十面像。那不行啊，老板，你这点钱只够买一个呀。少1000万都不行。不行。那3000万，我要买这个不周十面像。可以。这个不周十面像肯定是我卖给他的那个。我记得这个几乎有一大半都是修复的，看我这次怎么让你身败名裂！哼！阿紫小姐，这尊不周十面派像是不是？是从咱们佛缘阁买走的。这不周十面派像，我记忆很深，是我亲自修复的。帕奇店不会卖这种修复过的不周十面派像吧？中国人老板，你确定要让我验证一下这尊不周十面派像是否是修补过的？如果你不验证，那我就打死你。那你可别后悔。啊，阿紫小姐，这尊不周十面派像怎么像完好无损版的？我能看一眼吗？阿紫小姐，这尊不周十面像是从你们佛缘阁买的，你快告诉大家，这是修复版的。王老，你看一下，这是不是修复过的？阿紫小姐，这不周十面派像就是完好无损的。不是那一尊。这不周十面派像就是完好无损的。不是那一尊。不可能，这不尊十面像明明是修复过的。你们联合起来耍我！我问你，你还要不要继续验证了？我忘了，你是不是没足够的钱呀？我的店就在这里，但是你每验证一具佛具，都得先给我付钱，不然我担心你把我佛具弄坏呀。中国人老板，饶命！饶命！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来我帕奇店捣乱的后果。你也是中国人吗？是的，我也是中国人，在北大年府的黑市上开了一家佛缘阁。我叫阿紫，这位是王老。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严海义。严老板，可否借一步说话？当然可以，来，里面请。谢谢。你的那一尊不周十面派像是修复过的吧？不是，我那尊呢是完好无损的不周十面派像。我的帕奇店呢从来不虚标，说是完好无损就是完好无损。严老板，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帮我们修复这块玉佩呢？价格你来看。这块玉佩佛像好像属于佛具，我今天一共出账6000万泰铢，抛下成本再有4000多万泰铢，账户上就可以有1个亿了。要是帮他们修复了这块佛像玉佩，有5000万就直接完成科巴奇将军布提目标了。那时候独眼的地盘就要归我所有了。我可以帮你们修复这个佛像玉佩，但是我的收费可是很高的。多少钱？5000万。刷我的卡。
感谢你的信任。不过呢，我的修复手段有些特殊，我不想有旁人在场。你们可以先出去等一下吗？好，我们尊重你这项特殊的技术。二位可以进来了。已经修复好了。这修复技术实在是太厉害了。这跟完好无损的一模一样啊！不，这就是完好无损的佛像玉佩。哎呀，严老板，不知道可否跟我去个地方？去哪里？去一个能让你挣大钱的地方。这些是咱们中国流失到海外的文物，准确的说，是等待修复、等待回家的文物。等待回家的文物。我和王老打算把这些修复好，再带回中国。严老板，你有这么好的修复技术，这些文物就拜托你了。中国在国外流失了太多的文物，尤其是在黑市上。北大年府黑市在泰国算是很有名的黑市，所以我在这里开了间佛缘阁，就是想把流失到国外的中国文物修复好，带回中国。阿紫小姐已经带回很多文物回国内了。这些文物呢，她不放心国内的专家的修复技术，所以就堆在这里了。等到彻底修复之后啊，就再带回国内。杨老板，麻烦你了，这些文物你就按照修补佛像玉佩的标准去修复，我都可以给你5000万。阿紫小姐只是一个女子，还知道把这些中国的文物送回家，我一个中国男人还要收费，就太说不过去了。行，这些文物就交给我了。至于钱的话，免费。这怎么行？你别忘了，我也是中国人，让这些文物回家，我也有责任的嘛。行，那我就不和你这个中国人客气了。昨天给阿紫小姐和王老他们修复文物，差点没给我累死。科帕奇将军，杨海一，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做得很好，否则别人还以为我科帕奇的爹可以任人欺负。今天我来就是履行自己诺言的。这些是独眼在北大年府的势力，更准确的说就是店铺，有 KTV、酒吧、洗浴中心，这些都是他账本，以后都归你管了。感谢科帕奇将军。杨海一，你的眼力很不错，我打算除了独眼的地盘送给你，还要送你一个拍卖会会长。不过确切的说是一个机会，拍卖会会长还得需要你自己去争取。科帕奇将军，您的意思是？乔德黑市将有一场品鉴会，只要你能在品鉴会上买到最多好的东西，成为品鉴会第一人，
有可能北大年府黑市拍卖会的会长就是你。毕竟拍卖会需要有一双鹰的眼睛来判断拍卖品的真假。这品鉴会是什么？品鉴方就是拍卖方拿出一件文物，大家纷纷猜个价，猜的最接近的可以用1成的价格购买。但是主办方不是靠文物来赚钱，而是大老板们的投资。找到一双能让大家认可信任的眼睛，这双眼睛可是能赚钱的。这个是乔德黑市品鉴会的入场券。严海业，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感谢科帕奇将军，给我这个机会。这修复的异能也太好用了，有了这个本领，在品鉴会上找一些修复过的佛具，变成完好无损的佛具后，写出价格就可以稳赢了。不过要是我可以把这个完好无损的佛具变成修复版的佛具就好了，那样我的胜算还能再增大一些。我去，我这异能竟然可以让完好无损的佛具变回修复版，这也太强大了吧！谁？我的眼睛竟然可以透视了！严老板，你可以被科帕奇将军支持，在这北大年府的黑市上开这么一家帕奇店，肯定是有什么本事的。这泰国19世纪的佛塔像，在我得到之后，我有点分不清真假，所以你可以帮我长长眼吗？怪不得阿紫小姐看不出来，这个佛塔即便是最近制造出来的，但造价也相当高了。如果这泰国21世纪的佛像塔真的是泰国19世纪的就好了，阿紫小姐就不会伤心失望了。泰国19世纪佛像塔价值5000万泰铢，我的眼睛竟然可以把伪造的佛具变成真正的文物，这也太厉害了吧！严老板，严老板，怎么样？这泰国19世纪的佛塔像是真的吗？啊，这佛塔像是真的。竟然真的是泰国19世纪的，拿来前我还不敢确定，但现在我完全确定了。严老板，你真是太厉害了，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明天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饭。好啊。那明天晚上8点，北大年府的蓝象餐厅见。那我不打扰你休息了。既然我可以修复这些佛具的年代，变得更久更值钱，那我就把帕奇店内全部的佛具都变得更值钱。先从你开始吧，给我变泰国10世纪。奇怪，怎么是泰国16世纪？
明白了，做旧的年限最长就是2个世纪，不过这也足够了。阿坤大哥，在北大年府，你的赌场做的是最大的，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报复一个人。独眼，我很好奇，是什么人让你这么大的手笔？佛缘阁的那个中国女人，她怎么得罪你了？这个臭娘们儿，她故意卖过真货，然后告诉我是修复过的。她还害死了我最好的兄弟塞班，所以我要他也死。这个中国女人可是以诚信出名的。阿坤大哥，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对付他？不，我的意思是，得加钱。严老板，这些可都是泰国本地的地道菜，尝一尝。那就先不客气了。阿紫小姐，你可真是，来干一个。哟，阿紫小姐呀，萨瓦迪卡！原来你在这儿，我正要去找你呢。不好意思啊，我们并不熟悉。阿紫小姐呀，无意间我得到一个中国大佛塔像，想要拍卖，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你的那个中国佛塔像在这里吗？哎，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随身携带？多危险呀！你跟我去赌场一趟吧，我拿给你看，如果价格合适，我就卖给你。阿紫小姐，好，我答应你。好，就喜欢阿紫小姐那么痛快，请。阿紫小姐啊，请。阿坤，你的中国佛塔像呢？哎，阿紫小姐，中国佛塔像在我的保险箱里，我得去拿一下。您在这里稍稍等一下啊！你们两个照顾好阿紫小姐，要是她在这里受一丁点委屈，那你们试问。好。阿紫小姐，别干等着了，拿着吧，随便玩。我们阿坤赌场就这样，你拿着随便玩一玩吧。我不赌博。拿筹码做什么？他们根本不敢跟我们赌博，他们不过是懦夫，东亚病夫。阿紫小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外面可以低调，但是绝不能受欺负。好，我赌。严海义，你不了解这个阿坤赌场，只要你赌起来，你会被吃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我知道，走。阿紫小姐，
你这话我怎么就不爱听呢？我们阿坤赌场也是按规矩，在北大年府黑市上开门做生意。什么叫进来我们这里就会被吃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下？那还用说吗？中国人不过是一群懦夫，他们也不敢跟咱赌，只不过是东亚病夫而已。这位荷官，我想请问一下啊，你是哪国人啊？怎么优越感这么强？哼，我是大日本帝国的人。哦，小日本啊。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有种还是没种。哦，那你想玩什么？你们这赌场最大的赌率就只有1比100吗？就没有更大的吗？哦，原来你是想玩更刺激的。当然可以，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玩了。这个游戏叫做命运轮盘，1颗子弹就是200万，2颗子弹就是400万，3颗子弹就是600万，4颗子弹就是800万，5颗子弹就是1000万，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命玩。行啊，怎么个玩法？就像这样。如果你还活着，就算你赢。简单吧？如果你输了，自然就没有命了，你的命也就值100万泰铢。嘿，你觉得怎么样？果然我的眼睛被加强过了，完全可以看清楚弹夹转动轨迹，并且可以控制让撞针处没有子弹。哎，考虑的怎么样？当然，我要赌，而且呢，我要赌5颗子弹。你疯了！5颗子弹你会死的。放心吧，这里的人呢，不是都讲究什么因果报应？我自认我平日里没做过什么坏事，所以我的福报也不错，运气也挺好，不会死在这里。而且呢，既然我们要玩，那就玩个大的。来，你去把刷卡机给我拿过来。我不仅要赌上我的命100万泰铢，我还要把我所有的资产1亿泰铢也算进去。到时候我赢了，100万泰铢这个零头我就不要了，但是你得给我1000亿泰铢。这个中国人有种！中国人，你说的对，这个看似是在赌运气，实际上就是在赌福报。平日做的好事多，有足够的福报，就不怕这个赌博。中国人加油！你快把这里的情况反映给阿坤大哥。好。你们不是想玩吗？那么就准备把这间赌场赌给我吧，这就是侮辱我们中国人的下场。我已经找人打听过了，阿紫小姐的佛缘阁总价值也就1亿泰铢，我给了她1亿5千万的筹码，等她输完，我们就动手啊！阿坤大哥，要不还是说您能在北大年府混到这个地步，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做事儿还是这么的滴水不漏啊！臭女人1亿5千万，让她随便玩，等她输光了才知道这些是要收费的。在北大年府这个地方，凡事都要讲规矩，不然的话做生意做不成。等他输完，我们就可以。阿坤大哥，慌什么？不好了！慢慢说。外面那个中国人，他是个疯子，他要赌命运转盘，5颗子弹，赌注是1个亿泰铢。1个亿泰铢！他妈的，他疯了！我这个筹码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我说，我的1个亿筹码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
还是说你们怕了呀？哈哈，该不会不上赌资吧？这赌场上的人，客人赢了钱不上赌资，还懂不懂规矩啊？不会都怕了吧？严老板，玩的挺大呀，5颗子弹，会死在这里的。怎么，我都不怕，你怕了？你是科帕奇将军的人，我没必要和他闹得很僵。阿坤，没关系，我的人是个主，我很高兴你只管和他赌，输了，那也是他的命。阿坤，我路过你的赌场，正想进来和你打声招呼，没想到遇到这么精彩的赌局。萨瓦迪卡，萨瓦迪卡，科帕奇将军。阿坤，这个赌局可以开始了吧？他妈的，虽然概率很低，但是一旦他赢了，我可就要输上一切了呀！今天要是不接这个赌局，那我也会输上一切，因为在北大年府这里混，信誉就是一切。当然可以开始了，注码筹码1个亿，很好记的。活下来，我给你1000个亿。好，子弹给我拿过来。科帕奇将军，要是我扣动扳机并且活了下来，那么我就能得到1000个亿泰铢，对吧？是的，北大年府这个地界是讲规矩的。阿坤，我无论如何也要你和你小弟死。我们中国人是从来不怕死的。太好了，你没有死。中国人有勇气。中国人，你的福报真好，看来平时你一直在做善良的事情，这是你应得的。精彩，太精彩了！5颗子弹，1/6的几率，竟然没出事。严海一啊，我没有看错你，你是一个连佛都见过的人。阿坤，我没记错的话，你该给我1000亿泰铢了吧？没错，阿坤，愿赌服输，你该向严海一支付1000亿泰铢了。阿坤，你不会要耍赖了吧？阿坤赌场，该不会真的不给钱吧？客人赢了钱，赌场的人不给结算，还讲不讲规矩？以后都别来玩了啊！我的人用命来和你赌，不结账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谁说我不结账了？去，把钱拿过来。阿坤大哥，我们这儿没有1000个亿泰铢啊，只有100个亿泰铢。我保险柜里还有钱，去拿过来。是。阿坤，我没记错的话，你该给我1000亿泰铢了吧？阿坤，言而无信的人必遭报应。在上面按上你的手印，这个赌场就是你的了。我这个赌场每个月流水都很大，第500个亿绰绰有余了。阿坤这点倒是没说谎，这个赌场值500个亿泰铢。哈子小姐，麻烦你帮我看一下，看他有没有在合同里给我设下什么坑。
这份合同没什么问题。严海义，我们的赌局还没有结束，我还要和你赌。可以啊，但是你还有筹码吗？我有，就是我的命，我要用我的命和你赌一局。严海义，我要再和你赌一把命运转盘，双方的赌注就是我们的命，你敢不敢？我赢了，你死；你赢了，我死。谁要和你这个赌徒赌命？严海义，你不要和这个疯子赌命，我们走。科帕奇将军这是在考验我的勇气。不过不管怎么赌我都不会输，倒不如答应这个阿坤，刚好利用他在将军面前让我被更加欣赏。阿紫小姐没事，我可以和她赌命，我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没有孬种。可是，阿坤，你记住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孬种。天哪，这个中国人的福报可真太好了吧！中国人，你的福报真好。看来平时你一直在做善良的事情，这是你应得的。我倒要看看这次阿坤会不会像上次一样，还是那么的不爽快。这个年轻人看来是一个福报深厚的人，不错，很不错。阿坤，我已经向你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孬种，那你是不是也向我证明一下，你们泰国人说到做到？你叫什么名字？严海义。严海义，严老板，我阿坤愿赌服输，绝对不会赖账。我这条命是你的了，我现在就还给你。等一下，怎么了，严老板？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这个将死之人说？阿坤，我想问你一下，我们两个的赌局，我赢了你的命就是我的，对吧？是的。怎么了，严老板？你到底想说什么？科帕奇将军，那我也可以先不要他这条命，对吧？你说什么？阿坤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这种汉子一般都会讲规矩，而且他也没有用计谋对付阿紫小姐，更是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这种人要是可以为我所用，以后会成为我的得力助手。阿坤，我的意思很明显，我不让你死。这，严老板，你行了，你也说了，你这条命是我的，那你就愿赌服输。我不让你死，你就不能死，不然你可就是耍赖了。严老板，我这条命从今就是你的了，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阿坤，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对阿紫小姐动手？是独眼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对付他。独眼说，他害死了他的兄弟塞班，就是你在帕奇店门口打死的那个。果然是独眼动的手啊！哼，这个独眼竟然以怨报德，这种人一定会遭报应的。没事，科帕奇将军，交给我来处理吧。哦，这件事将来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向我开口就行了。好，谢谢科帕奇将军。阿坤，这家赌场现在是我的了，但是我还是交由你来打理。
你以后呢，就把这赌场60%的利润给我，你留40%。严老板，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对你而言，你却……怎么，你有意见啊？你现在这条命都是我的了，你要说话算话。好，严老板，您放心，以后我肯定好好跟你干。在北大年府这个地方，结识一个仇人不如认识一个朋友。杀了阿坤可以解气，但不如收获阿坤获得的效率高。而且严海义似乎可以看出阿坤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不错，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有最后一件事，严老板，你说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我不太喜欢那个日本荷官，你帮我给他处理一下。至于尺度嘛，你自己把握。OK， 你放心，严老板。严老板，饶了我，饶了我，严老板。严海义，回去好好准备，瞧等黑市品鉴会上拿个第1回来。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科帕奇将军。好，对。这才晚上10点多钟，咱们的话去哪里转转？这可不行，你刚也听到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那个乔德黑市的品鉴会呢，我要赶紧回去休息呢。严海义，你怎么了，阿紫？你脸色那么白，你不会发烧了吧？咋了？我困了，我要回去睡觉了。咋回事啊？这女人莫名其妙呀。算了，我也回去吧。苏莎将军，求求你原谅我。独眼儿，知道为了把你弄到科帕奇身旁，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没想到这都没用，还没有到关键时候帮我们抢走科帕奇的地盘，搞垮科帕奇，咱就被赶了出来。所以得死啊！苏莎将军，求你饶了我！我有一个计划，照样能够搞垮科帕奇。这次是我太蠢，不用将军动手，我自己解决自己。哦，什么计划？说出来我听听。如果感觉有用，兴许会放过你一马。苏莎将军，我打听到最近在乔德地区举办的品鉴会，主持人是我的远房表弟泰奇。我可以让我的远房表弟把拍卖会的东西的真实价值告诉我，这样我在拍卖会上就立于不败之地。这样我就能在拍卖会成为第一。到时候你这边再费点力气，把我送到北大年府黑市的黑市拍卖会上当会长，这样我们就能就可以让假货流通到北大年府的拍卖会里，把北大年府黑市的名声给搞臭，对吧？苏莎将军，你说的对，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把北大年府的名声彻底搞臭。独眼儿，找你的表弟要花多少钱？回苏莎将军，需要1个亿的泰铢。另外，品鉴会也需要1个亿。好，我给你2个亿。但是独眼儿，你如果这次再办砸，不用我说，你自己不用回来见我。有了这2个亿，我就可以在品鉴会上胜出，
成为北大年府拍卖会的会长后，我一定会搞垮科帕基经济，让他严海义为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现在外面都不知道我和独眼的关系，倒是可以让他去办这件事情。等他把北大年府黑市的市场经济搞垮以后，我再把这个独眼给杀掉。这样一来，外面就都知道是我用了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把科帕基给搞垮了。你怎么忽然也来参加了？怎么，你能来，我就不能来了？哟，这不是科帕基新收的狗严海义吗？独眼，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我要是你的话，我早就跑出泰国了，不然担心被杀死。小子，你别得意，这次的品鉴会我会拿到第1名，然后接管整个北大年府的拍卖会，成为会长。到那个时候啊，科帕基不仅不会杀我，他还得求我。如果是比谁的嘴巴能吹更大，我确实比不过你。大家好，我是本次乔德品鉴会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泰奇。我和我的远房表弟早就商量好了，这次品鉴会输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先把物品抬上来，让大家现场观察3分钟，再进行一件一件的品鉴。如果是正品，那么出价最接近的人获胜，可以1折购买；如果是仿制的，那么出价最高者必须以出价购买。那么现在我宣布，品鉴会开始。你不上去看一看吗？我坐这边看个大概，能看出来。那好吧。都是你阿紫，可以上去看看。怎么又不去看呀？我记得那个芭提雅拍卖会你也在吧？你去看了，而我没去看，那你还不是输了？这次他不一样。你的实力啊，要是也像你嘴巴这么厉害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品鉴会进入品鉴阶段，第一个品鉴物是泰国18世纪的虎头部舟像。大家把自己认为的价格写到发给你们的纸上就可以了。这一群人里面，就独眼显得是正确的，而且他还这么自信，我看八成是跟别人沟通好了吧。老板，您推测的价值呢？这个品鉴物，我弃权。什么？老板，您确定您放弃这件品鉴物的选择权吗？严海义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嘛，还知道主动弃权呀。我只是不想参加这种没有难度的品鉴。中国人可真会说大话，没有难度，这种理由也能拿来当借口。独眼，你说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大话是吧？那我和你打个赌，你信不信阿紫小姐猜的比你猜的准？我猜的没有他准，我如果猜的没有他准，我他妈跪下来给他舔鞋！开什么玩笑？这尊虎头部舟像被做了手脚，估计这些人大部分都要看成泰国20世纪的东西，很少有人能想到这尊部舟像是被故意制造的现代化。那不行，怕了？那倒不是怕了，只是你一舔他的鞋呀，那不是奖励你吗？你
妈的！我宣布，独眼先生推测的价格完全就是实物的价格。这的确是泰国18世纪的虎头部周像，价值1亿5千万泰铢。主持人，我想问一下，那个女人她的估价是多少？当然可以，原本这推测价值的纸条就是公开透明的。阿紫小姐推测的价值是这尊虎头部周像是泰国20世纪的，价值8000万泰铢。这睛的确不怎么样嘛。可我怎么觉得是主持人看错了呢？这个虎头部周像，它就是泰国20世纪初，价值就是8000万泰铢。你是不是急了，在这乱叫？人家主持人都说了不是，人家还会骗你不成？主持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果现场大家存疑的话，是不是会有专门的人来进行2次鉴定呢？的确，如果有人存疑的话，品鉴会提供专门的品鉴人员来进行鉴定。行，那我就申请对这个虎头部周像进行2次鉴定，变成20世纪的虎头部周像。你还真申请鉴定呀？真是自取其辱啊！这个人想必大家都认识，是我们泰国最出名、最公正的鉴定师莱姆特。对于他，你们可以完全的放心。萨瓦迪卡。竟然真的是莱姆特，那对他还是可以绝对信任。没错，莱姆特的话我无条件信任。萨瓦迪卡，这尊虎头部周像的确是泰国20世纪的，价值8000万泰铢。什么？你看错了吧，老头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上来看。怎么搞的？这么明显的20世纪虎头部周像，我刚才居然没有看出来，这也太明显了吧？不过我刚才确实在犹豫，这到底是20世纪还是18世纪？干脆写个泰国19世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确定选中啊。这怎么可能？真的是泰国20世纪的虎头部周像，而且他妈的做的这么假。不对，你他妈的，你收了老子的钱就故意坑我，这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我他妈的！怎么搞的？还有这种内部操作？乔德黑市是速查将军的地盘，他会纵容手下做这些事情吗？是啊。萨瓦迪卡，诸位，非常抱歉发生这样的事情。速查将军，求你，将军，待下去。各位，不好意思，我没有想到我的手下居然会有这样的人。现在让莱姆特来主持，他的信用大家应该相信。野海义，你是这次拍卖会的第一人，科帕奇将军应该会把拍卖会会长的位置给你做吧？科帕奇将军他应该不会食言。太好了，你成为北大年府拍卖会的会长，以后就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佛具。如果遇到咱们中国的文物，一定要交给我，我把它们带回中国。一定。杨海义，做得不错，我来接你回去，履行我的诺言，做你的北大年府拍卖会会长。谢谢科帕奇将军。不用谢，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